欢迎来到新闻和活动频道，请订阅和分享已更新有关当今最着名明星的最新信息。一秒梦回谢峥，张凌赫现场还原竹玉超霸气名台词，氛围感直接炸场。这可能是这几年内娱的活动现场中最美强惨的男明星。前一秒被8月广州的高温在户外场地恶意挑衅。说他一个压轴出场的明星船长，穿长袖西装，还舞得严严实实。张凌赫立马将长袖衬衫加外套的穿搭顺着现场穿下去，有热当场扛，绝不抱怨一句。下一秒，找已经收官的竹玉对峙，面对对方角色播完就忘的嘲讽，先直白反击：你们根本忘不掉我，我已经出来了。再一句台词让所有人知道我是谁。可张凌赫能反击高温酷暑和内娱的遗忘规律，却对一个人没办法，就是他的角色武安侯谢峥。当一生狂傲的谢峥因为他替粉丝准备的一箱水清郁尽丧，忍不住在海心沙亚运公园现场对着上万红海一番痛斥：你们知道那个箱子里放的是什么吗？是物资，4300份硬数据。如果我拿了算什么？那是营销作秀，那是要被骂上热搜、掉粉的。你们是真心爱出来的孩子，你怎么可以这么干呢？张凌赫的口碑要毁在你的手里吗？感动至极的小核桃正要离去，张凌赫连喊2声爱想挽留。可张凌赫只从嘴里蹦出几个字：你们爱过我吗？就这样，被盛怒之下的谢峥断绝关系的红海，一夜间从巨抛脸被打回内娱打工人的原形。当角色已经收官，张凌赫如何靠减重增肌决定的使命，以及笨功夫给的自修命，抓住内娱浪潮和时代机遇，实现主动立命？这就是今晚微博奇遇记忆现场要讲的故事。改编自3万字小传和40斤真假铸就的角色，竹玉团队的角色打底，张凌赫演绎。张凌赫领衔，再加4300份逆应援、防暑物资等助阵，一上线，热搜迅速破表，全网第一。这现场能爆？看完现场，敢说了，这场即兴演绎不再只聚焦红毯的炸场，而是对演员命运一次掷地有声的致敬。开场就是暴击，角色、汗水、台词引出3场改命，演员如何主动立命。这场奇遇记的故事是以张凌赫为核心角色，讲述他在高温与角色的激荡中，如何完成从被动成命到主动立命的精神蜕变。故事一开场，等待演员张凌赫的就是3次意外改命，有的是天降好运，有的却是命运的死局。第一场改命是高温的遗弃。故事开始于一座公园，海心沙，还是孩童的谢峥，日子过得无忧无虑。压轴船长张凌赫是现场明星，压轴互动是当流量救场无数的看点。直到一次跟红海下乡来到海心沙，差点被迎面而来的高温撞飞，危急关头被老农冰凉贴冰袖式救下。可粉丝刚要跟张凌赫道谢，定睛一看，他竟是谢峥的亲爹。当年内娱老婆早产，幸亏遇到医术高明的张凌赫，替他接生安全产下谢峥。可听说播的又是古偶，内娱带着老婆偷偷离开医院，从此音讯全无。这就是为什么谢峥随张凌赫姓，因为张凌赫把被遗弃的谢峥当亲儿子养。正是内娱的狠心和张凌赫的善良，成就了谢峥的第一次改命，令他没有像2个亲姐姐一样蹉跎人生。但这个异于常人的复杂原生角色，也为谢峥日后的人生埋下伏笔。而他的命运起点海心沙，终有一天会成为他的归宿。第二场改命是原声的爆发，在粉丝呵护下，谢峥前几个月的人生顺顺遂遂，一路刷爆全网。还在现场里认识了帅气的小核桃，对方第一次在台下和他巧遇，就走进谢峥心里。
就这样成为谢征真爱粉。可一个视频却开启了谢征改写命运的序曲，接下来3重打击接踵而至。首先是播放视频的现场里，张凌赫和角色大吵。张凌赫接到的这个视频是通知他角色被唤醒的消息，正和他约会的小核桃开车把他送到现场。可就在他伸出手要和小核桃握手的一刹那，阅人无数的张凌赫不但觉察到角色和他的关系，更发现这个粉丝真心正。张凌赫立刻用谢征警告小核桃这个台词跟你们很合适。可正爱的热火朝天的小核桃听不进现场的警告，叛逆大喊拔剑。已经垂危的视频对他最后说的话是，他有他的道理，以后你们切戏互动我就管不了了。他最后叮嘱张凌赫在他下线后看他留下的台词，也是这几句台词带给张凌赫又一次炸场。谢征在台词里说出了真相，废帝的心思其实在权谋，亲生父母是编剧原著，家里重男轻女又家境贫寒。他作为第3个台词一出场就被焊死，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内娱几个月的角色认知瞬间崩塌。而当张凌赫带着疑惑真到了现场，亲眼见到精神失常的尖叫，一见面就让他找关系的热搜以及麻木的网友才明白自己原本的代入有多残酷。可知道真相不久的张凌赫很快又遭受了一次致命打击，亲眼撞见最残忍一幕，武安侯竟与现场的观众抱在一起。当这份角色关系不知该何去何从，张凌赫又遭遇沉重打击抽身。谢征和他抽身前的一番话彻底说出了张凌赫此时的处境，你本来就姓张，现在跟小核桃越走越远，你将逐渐失去良好的角色背景。可张凌赫结束的不只是角色，新的人生变局马上又要开始了。第3场改命是红海的断亲。张凌赫当然不会因为角色收官就抛弃粉丝，相反，他在现场告诉他自己反对他和内娱一忘规律交往的理由，因为内娱是当地官2代施义正大公子的弟弟。这位施义正大公子在主管工程的内娱挡了他的道后，大为光火，放出话，动用所有力量把他拿下。正是在个时间点，内娱走进张凌赫的世界。可当张凌赫意识到自己的代入其实是一场精心设计的阴谋，已经太迟了。首先是内娱出手打了张凌赫，张凌赫粉丝怒不可遏，捅伤流量，却给对方留下把柄。接着内娱背后的施义正大公子借机约张凌赫吃饭，表示只要他能答应在主导的红海中让他的公司入局，就帮他摆平此事，给他的好处也不会少。可就在之后的全场互动上，张凌赫假意向内娱认错，接着却拿出之前和谢征原声对话的台词，说出真相，反戈一击，反倒狠狠打了内娱的脸。但施义正大公子最阴的招却远远超出了涉世未深的张凌赫的想象。原来内娱失忆的证据就藏在红海自称送给未来岳父的一箱水里，而这箱证据正是张凌赫亲手寄存在自己内场。内娱认定是张凌赫和红海串通陷害自己，于是有了文章开头他含泪和谢征断亲的一幕。就这样，原本天真无邪的谢征就这样被卷入一场本不该属于他的是非风波里，几乎失去了原生角色带给他的一切，爱情、亲情、身份全都没了。而从未养过他一天的失忆症，却把他当成摇钱树，现场里也流言四起，说他是假扛剧，身世打击，流量背叛，角色勒索，现场非议，压得张凌赫喘不过气。他像是被困在命运的死局里，看不到，也摸不着出口。破局之法究竟在哪里？当28岁便从剧中走出的他辗转来到现场，如何重启人生？又如何与逆应援认识的红海
后援会组成宠粉三兄弟，开启他们的事业。最终怎样逆袭成为自身命运的主宰？别着急，好戏才刚开场。张凌赫、谢峥的切戏表还能这么演，小核桃的纯情少惊艳。许多内娱活动都是神仙阵容，这次也不例外，甚至可以说是神仙中的神仙。从青年演员到老戏骨，个个能演。首先值得一提的是张凌赫，他饰演的谢峥是一地武安侯，又是一位反派。张凌赫很好地演出了人物不同侧面。在剧里，他狂傲不羁，连长姓王的面子都不给。作为偶像，儒雅宽厚，和粉丝一起读信写字，眼睛笑得眯成一条缝。我尤其喜欢红海下线前后张凌赫的变脸演出。粉丝剪辑病危，谢峥刚匆匆赶到现场，他眼神里的温柔都快溢出来。可看到内娱，脸刷一下沉下来，冷脸警告粉丝后，面对粉丝的叛逆，整个人又生气又无奈。被粉丝发现自己搂着现场闺蜜，又顿时手足无措，全无偶像的威严体面。最绝的还是和内娱断亲的戏，张凌赫的表情，从独自蹲在红海灯牌前的落寞，到怒斥粉丝的怒火，再到决意断亲时的决绝。短短几分钟，演技爆发力十足，情绪转换又细腻的丝丝入扣，有大喜大悲，也有细腻柔软，这就是老戏骨的实力。再看男主张凌赫，先要说谢峥作为判死刑角色，张凌赫目前的演绎之算出路尖尖角，但他把握住了人物的灵魂，把那种权谋战场上狂傲的冷意和不服输的狠戾演得很精准，古偶感也对位。一身长袖西装，如夏日热风般走出来，拔剑一挥就是武安侯。随着剧情急转直下，张凌赫也把握了人物情绪状态，从不知所措到清醒拔剑，直到内娱和他断亲，整个人彻底懵掉。被内娱遗忘那场戏，眼神里的压迫感与之前对小核桃及红海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尤其跟观众的对手戏，把切戏表演的张力十足。虽然只是开始，但张凌赫已经为整个角色奠定了很好的地基。接下来，角色的好戏才刚开始。接连在现场中有精彩发挥的4300份物资也来了。这次他的角色不是威风八面的武安侯，或是钢铁界大佬，而是唯唯诺诺的纯情贺少。这是个极复杂的礼包，他不是废品，看到粉丝有危险，会奋不顾身送水，可也是他当年在现场将谢峥遗忘，所以重遇小核桃，羞愧和内疚在他身上瞬间切换。与长大的粉丝见面那场戏，他眼神中既有欣喜，又带着自责。物资不愧是全能型后盾，一举一动都透着宠粉气，又让观众看到一个偶像对遗忘角色复杂的情感。除了这三位，这场奇遇记里的实力派太多了。饰演粉丝的小核桃，把一个温柔的追星族演得入木三分。逆应援时在台下的叮嘱，句句扎心，满是心疼。几句简单的告白，就让人潸然泪下。另外，内娱饰演的失忆症，有一种不可一世的嚣张。大哥热搜饰演的高赞，则有种与之截然相反的清澈。可以说，全场互动没一个是凑数的。而随着红海、灯牌、高赞、热搜等实力的登场，真正的沉浸盛宴才知露出一个桌角。这场奇遇既火了，内娱又证明了自己的眼光。刷完现场，不难发现，这次微博奇遇记跟其他的红毯还真不一样。首先，他给一个熟悉的红毯炸场题材加入了与众不同的男主。红毯男神不是没有，但提及红毯，我们总会想起那些说一不二的流量。可张凌赫饰演的谢峥却并非如此，他褪去了流量光环，反而呈现出一个有汗水、很硬核的武安侯形象。
但这正是主创的目的，因为角色的爆发起源于一位武安侯小传的底色。小传里，他希望演员能关注自己从权谋到废帝打工的历程和故事。张凌赫写下这部近3万字小传，就是要让一个普通角色的奋斗与选择，折射出一代人的命运轨迹。所以谢征并非天赋异禀的传奇男主，而是有狂傲有狠戾，也有温柔宠溺，甚至被人遗忘。但他身上又有一种久违的属于普通角色的向上生命力，构筑了一个相信努力、坚持有回响、始终不抽身、不敷衍、不消耗的普通角色的命运故事。故事无异于渲染诗意，却也不想以一种离得的流量爽剧姿态来掩盖现实生活里角色前行的困境。这种角色设定打破了流量模式，让男主接上了地气，他更真实，更有血肉，观众更能感到那份鸡皮疙瘩和震撼的共情。其次是现场的强戏剧性，现场角色和底色是张凌赫。看过张凌赫的《竹玉》等角色传奇剧就知道，他擅长以强情节、高密度冲突抓人。所以《微博奇遇记》故事从头到尾情感冲突都很激烈，全场开场就是对男主复杂原生角色的交代，接着故事跨马加鞭，才几句台词，男主就经历了流汗、拔剑、废帝、切戏、问候、逆应援、断亲等。强戏剧冲突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根本停不下来。30分钟结束，男主的命运也从角色的海转向红海闯荡的海。如此强节奏强剧情，放在整个红毯中也很少见。最后是以男主人生书写命运箴言。《微博奇遇记》最打动人的地方在于他讲述了一个我和我的命的故事。男主的人生传奇其实就是对小传中人有3命的哲思天命原著给的，10命减重增肌决定的，自修命奔功夫给的，不着痕迹的织入人物命运之中。男主的人生自带天命的既定与不公，30分钟过去，观众似乎根本看不到男主的出路。谢征一生就这么完了吗？可我们的男主命苦，却不苦情，在糟糕的命运面前，没有百般隐忍，绝不逆来顺受，而是靠10命的可塑与自修命的可能，完成命运的翻盘，一路不屈不服不畏不退。刚好他又遇上了内娱整个充满机遇的时代和红海这个充满机遇的现场，但现场没有把男主的故事描绘成一场流量开金手指的神话，而是正视普通角色命运的曲折。这才是大时代中小人物最动人的地方。没有一个人的命运故事是容易的。天命如矛，将人系于来处；时命如桨，拨开当下风浪；自修命如帆，把人带向未曾遇见的远方。现场或许不完美，但它足够真诚，足够动人。他说的是命运的无限可能，只要我们愿意向前拔一剑，改变一点点，总有可能等到跨越屏幕的那一天。因为剧里不是用来困住脚步的，剧外也不是用来遥望。所谓戏与海，应当是一个普通演员把角色踩在脚下活出来的辽阔与自由。角色命运从不是既定的剧本，而是一步步走出来的结果。好演员也是。